好多了。昨夜睡得好，今日精神便好多了。他知道我说的睡得好是何意。他在我这用了顿饭，临走之前同我说，今日早朝父皇有些精神不济，太医说他染了风寒。我知道的。今早他要走前，我听他咳嗽了一声，紧接着忙捂住嘴跑出殿外，外头风凉，他又咳了好几声。阿虎走了之后，我让青穗在那矮榻上加了床棉被。我被幽禁在交房殿中，唯一的乐趣就是逗一逗钟离的那只猫。钟离今年16了，搬进了宫外的公主府，就把他的猫留给了我。这猫懒，年纪大了就不耐烦躲我了。它肥了许多，但捉起老鼠来还是很迅猛。或许是想讨好我，每次捉完老鼠都会把它咬死，放在我的床榻前。有一次3日里，他送了9只老鼠，把青穗吓得够呛，连说这交房殿中怎会有这么多的老鼠。这猫没活多久，在一个冬夜里头突然没了踪影。我坐在床上等他们寻来猫，过了一会儿，青穗过来告诉我，那猫原来是被钟离的人抱走了。我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在他的侍奉下睡了。其实我和他都明白，这谎言有够拙劣。钟离从不会做这等莽撞之事。我病了太久，有时候很清醒，有时候又很愿意旁人来骗骗我。我听着钟叔的脚步声进来了，他替我掩好落下的被子，自去一旁的软榻。交房殿内其实并不冷，只是我的身子在那场雪夜中落了病根，旁人觉得恰到好处，我却冷到了骨髓里头，盖多少床被子都于事无补。久而久之，我便默认了这交房殿内的温度已然恰到好处了。今夜那只猫走了，钟叔也发现了，他在店里头走了一圈，又把我床榻下那猫留下的最后一只死老鼠拖了出来。我说不难过，其实是假的。那猫虽不讨人喜欢，却是我为数不多的慰藉。它走了，我便觉得俏俏留给我的东西又少了一件。俏俏从前也爱逗那只猫，但那猫只对钟叔感兴趣，俏俏气得连钟叔也怨上了。后来钟叔要送他一只新的，被他很傲娇地拒绝了。我当了中宫不到半年，前朝大臣又纷纷上奏，直言后宫妃位空缺，皇帝子嗣单薄，应大选宫妃，为皇家开枝散叶。钟叔起先态度很是强硬，后来实在被他们弄得没办法了，直接在朝堂上说他此前在战场上伤了根本，无法言嗣。此后他只有一儿一女，满朝哗然。朝臣自然多数不信，但皇帝都亲口这么说了，岂有驳回的道理？皇帝不顾及面子，大臣却还要照顾他的面子，这一下让他们吃了个哑巴亏。晚上钟叔回来和我邀功，一副干了大事的模样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他的大太监急匆匆跑过来，说太皇太后请皇帝到长期宫。我已经习惯了，祖母这半年里一直往他宫里送年轻貌美的世家女子，明面上说是侍奉，暗地里谁都看得明白，这是便招法为皇帝色人。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把钟叔叫去长期宫，钟叔每次去了那里就是埋头吃饭，回来以后常常和我抱怨长期宫脂粉味重，饭菜也都太清淡。是以每次他被叫去，我都会嘱咐小厨房再炒一些辣菜，等他回来吃。我还在店里头等，俏俏的奶娘突然跑进来，慌慌张张同我说俏俏不见了。她伤好了之后和以前一样爱疯跑，爬墙爬树掏鸟窝，常常玩得不知时辰。但这次整整1天1夜，她都未曾再出现。宫里头的人都出动了，后宫灯火通明。青穗搀着我，一遍一遍安抚我，兴许只是不小心睡过去了，会找到的，一定会的。我手掌颤得握不住佛珠。我在榻上又是枯坐了一夜，钟叔疯了一样将整个后宫翻过来找了一圈。黎明时候，我隐隐听见啜泣声，抬头望去，是立在柱旁的一个宫女，她是跟着俏俏的奶娘过来的。见我看过来，她颤抖着趴伏在地上，娘娘。我心中一紧，厉声道，哭什么？小公主在冷宫的那口枯井里，她抬头望我，眼底似是歉意以及解脱。解脱？我的指甲紧紧嵌入手掌心中。青穗扶着我站起来，御林军统领疾步走了进来。娘娘，御林军在冷宫中发现小公主。那人呢？带回来啊，把她带回来。
皇上传唤末将来接娘娘。他低着头，不与我对视。我在冷宫生活了10年，冷宫门前从来冷清，还从未如此热闹过。钟叔失魂落魄地坐在冷宫门前的石涧上，一见我几乎是踉跄着过来扶住我。俏俏呢？俏俏呢？皇帝，你告诉我，俏俏呢？皇后、祖母在一旁喝我，我只充耳未闻，紧紧盯着钟叔。在里面，我甫一入冷宫，便有一股腐朽的味道。钟叔扶着我走了一个转角，我便看见一角白布。那是谁？俏俏，是俏俏。钟叔已然哽咽。阿胡扑过来抱住我的腰身，嚎啕大哭。我按住他的头。揭开。我听见自己冷静至极的声音。碎碎。我说揭开。庭院里退得几乎没有人了，我的眼中只剩那一张白布，以及那白布下小小的起伏。钟叔走过去，轻轻地揭开白布，一截破碎的衣片，一身碎肉，小小的身体被划得支离破碎，一截手骨只结成了齑粉，而昨日里还粉嫩剔透的皮肤，如今掺着凝固的血，混着青泥洼土，不成人样。我抬头去看他的脸，他的眼睛上缠着一圈白布，白布染血，似乎能望到底下一双空洞洞的眼眶。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极快地掉了下来。我捂住阿胡的眼睛，弯下身干呕起来，然而什么也吐不出来，只有几口酸水。钟叔似乎扑过来抓住了我的肩膀，然而我什么都听不到，耳尖轰鸣，脑海中仿佛一根弦撕裂着崩断了。眼前一片白光闪现时，我仿佛看到了我爱美爱俏的小女儿在朝我张开双臂，尖叫着朝我跑过来。然而我却扑了个空。我怎么会没有接住她呢？我为什么没有接住她？我的俏俏十分臭美，每次起床前都要缠着我给她扎辫子，每次都要在衣柜里东挑西拣，一定要穿最好看的裙子。有一次，钟叔给她扎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小辫，她尖叫着追着钟叔打，又缠了她整整一个上午，一定要她扎出一个最好看的。我的小女儿从来体体面面，也从未害过人，老天怎会如此眼下，教她落得如此一个面目全非的下场。我醒过来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去。我一动，钟叔便醒了，倒了一杯水喂到我嘴边。我掀开他的手，嘶哑着问他：俏俏呢？他眼眶红透了，颤着手从怀里取出一只小盒，交到我手上。在这里了。我不敢打开，只是紧紧攥着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俏俏才出生的时候，我记得是4斤5两，瘦瘦小小，怎么养了这么久，到头来反倒只剩了这几两骨血呢？我看着钟叔，声音轻飘飘的。钟叔低着头落泪，富儿抬头捉住我的肩膀，颤着声同我说：碎碎，碎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我的喉间似被紧紧扼住，喘不过气来。我瞪着眼睛愣了一会儿，胃里翻江倒海，猛地吐出一口酸水，那酸水里还掺杂着血丝。钟叔不顾他鞋面上的脏污，为我顺背。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推开他。你不是说会护好阿胡和俏俏吗？啊，皇帝，你就是这样护你的女儿？我的俏俏做错了什么？她做错了什么？皇帝，我的俏俏呢？你把她还给我啊！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争，好不好？我只要我的一双儿女好好的，行不行啊？钟叔将我紧紧搂在怀里，顾得我透不过气。他将脸贴着我，哽咽着说：是我无能，碎碎，是我无能。你打我，骂我。他捉住我的手，想去打他自己的脸，然而我的手软绵绵的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蓦然慌了，紧紧捧着我的脸：碎碎，别这样看着我。碎碎，碎碎，你还有我，还有阿胡啊，别这样好不好？我的眼底漆黑一片，钟叔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他轻轻将脸贴上来，生怕弄碎了一个瓷娃娃一般，小心翼翼道：碎碎，碎碎，你哭一哭，你哭一哭。然而我的眼底一片干涩，只是脑海中轰鸣不止，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样，紧紧抓住钟叔这根稻草。然而于事无补，我陷入一片沼泽似的无际黑暗中，痛苦如同泥淖一般将我掩埋，敷住我的口鼻。就在我喘不过气的时候，
后颈突然剧痛，紧接着我眼前一黑，昏睡了过去。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长到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要结束在这梦里了。梦的最后，我又梦见母妃坐在我的床榻边，嘴角的笑好似温柔浮动的水流。我浑身累极了，半眯着眼睛看见她走出去，又牵着一个小女孩回来。我看不清那女孩的面容，只闻到她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奶香味。她短胳膊短腿的，笨拙地爬上我的榻，钻进我的被子里，四肢紧紧缠着我。我的心软成一滩泥，抚摸着她软软的发。我突然觉得很累，浑身都动不了的累。我拉了拉母妃的手，母妃，我好累啊。母妃弯过身，从我怀里抱起小女孩，亲了亲我的脸，那就睡吧，睡一会儿。好。我的眼皮子耷拉下来，我就睡一会儿。母妃，你要记得叫我。我意识迷糊之时，看见一团隐隐绰绰的光影，背着我走出去。我内心突然一阵恐慌，照得我喘不过气。于是我勉力爬起来，追出去。屋外停了辆青布马车，母妃扶着女孩上了马车。我提起裙摆追过去，额上的汗珠细细密密冒出来，凝成一大颗悬在我的睫毛，欲落不落。马车就在不远处，仿佛触手可及，我心里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。幸好，幸好，我甩了甩头，却恰好把汗珠甩进眼珠里，眼睛顿时一阵火辣辣的疼，就好像一滴蜡油滴了进去，血丝犹如蜘蛛网般迅速弥漫开来。我透过迷蒙的视线，看见那顶马车远在千里之外，顾不得迅速红肿的眼睛，我像疯了一样追着马车跑。母妃，俏俏，停下，停下，快停下来啊！我还没上车呢。他们去哪？到底去哪？巨大的恐慌笼罩着我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蓦地，身边的气流波动似乎停滞了一瞬，紧接着马车在我眼前发出一声轰鸣，毫无征兆地炸开了。碎片混着赤色炸开，将天晕出一片诡异的光。黑沉沉的天逼近拉下，紫电劈开腐朽沉闷，冲着我的头顶直面而下。怎么会呢？我嘶哑着嗓子，痛苦犹如复古之居，顺着我的脊骨一寸一寸爬上来，一直到我细嫩的颈上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张牙舞爪，拍手狂笑，嗤笑着我的无能为力，不自量力。这梦又倒着做了一遍。最后的最后，我看见了自己，一个带着精致的小金铃，穿着火红裙裾，满眼笑意，不知愁滋味的少女。我睁眼望见钟书的头顶，不过几天的光景，他已然生出了几根白发。我的指尖颤了颤，轻轻搭上他的脸。皇帝，天亮了吗？钟书将我的手送到嘴边，轻轻吻了吻，嘶着声告诉我，岁岁，天亮了。那个跟着奶娘来的宫女被捉来御前，她很是抗拒，咬紧牙关，只说是她杀死了小公主。她说小公主骄蛮，一个不顺气就打杀宫人。她被折磨过好几次，心中积怨，昏了头就做出这样的事。她的话自然没人信。然而3日后，她在牢中留下绝笔自尽。清碎告诉我，那个宫女是被俏俏从新者库要来的。她会扎风筝，会编草兔子，还会养蛐蛐，俏俏很喜欢她。她还说，这个宫女在宫外头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和一个弟弟，就在昨日被上门讨债的债主打死在家里了。我沉默不语。这样的阿扎事，从前我在宫里头看多了。深宫里头，每一块砖下面埋的都是含冤者未散的骨肉。那天晚上，钟书抱着阿胡来交房店，一直沉默不语，就坐在桌旁。我知道他已经查出些什么了，也明白他在顾虑些什么。秦淮当年被废了双手，成为全长安的笑柄。他本就是个睚眦必较的人，此事怎可能轻轻松松结果？然而秦家势大，却大不过皇家。往常他不敢动手，是忌惮皇家，而今朝不仅做了，还下得如此毒手，不可能只是仗着秦家的事。一直到夜深了，钟书抱着熟睡的阿胡入了侧殿，他出来时有些不安。我异常平静地请求他，明日能否撤去长期宫的护卫？他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很久，将腰牌搁在桌上，便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，殿外那条尽头一片晦涩的宫道空荡荡的，半分人气也没有。
这就是深宫，这就是皇家。我不怪他。俏俏没了，他不比我好受。他只是将一个父亲的痛苦全部咀嚼下咽，转过头来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来宽慰我。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再只是我陈佑的丈夫，阿胡和俏俏的父亲。在此之前，他是钟家长孙，是祖母最疼爱的孩子，而如今他又是帝王，是天下之主，会顾虑重重，也会束缚重重。但我不一样，我可以只是俏俏和阿胡的娘亲，一个可以提刀的娘亲。天还未破晓，我便出了殿门。宫里头静的像是死了一般，我能清晰地听见一滴水坠到了地面，溅出极小的水花。长期宫殿门守着的护卫被我遣散，宫女太监也被我带来的禁军打昏带走。秦淮就住在偏殿，我将他手脚捆住，塞了嘴巴，拖进祖母的房间里。祖母年纪大了，勉浅，门开的声音一下将她吵醒。出去。我倒了一杯水，将我怀中的药包取出。狗奴才，哀家说出去。他坐起来，怎么是你？你是如何进来的？我当着他的面将药粉倒进去，摇匀了，递到他跟前。你想给哀家喝什么？你这是谋逆。他不喝，我便硬灌进去。来人，快来人救驾！我将昏睡过去的秦淮绑在桌上，又提着茶壶浇头盖脸泼了过去。他醒来时并不害怕，反倒是看着我笑得东倒西歪，眼中尽是癫狂至极的笑意。很高兴。我抽出一把利刃，拿帕子擦拭刀身。他笑出了眼泪。陈佑，你不敢的。我有什么不敢？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不提秦家，今日你敢伤我，来日我百倍奉还。哦，对，你还有个儿子，秦淮。祖母浑身乏力，靠在坐垫上，厉喝一声：“哈哈哈！祖母心善，不忍动曾孙。好好好，我便不动。”他笑盈盈看我：“你以为你动得了我？你敢动我，明日你身上的凤袍凤冠可就得卸下了，到时候等着你的就是冷宫了。你别不信，当年表哥不肯娶我，让步将一部分权力抵给我们秦家，才有当时的中秦联盟。你以为他这个皇帝当的是真的顺风顺水？我碍于中秦两家的情面不发作，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不过这次不一样了，哈哈，是你的好祖母默许的，他还在其中顺水推舟了一把。哈哈哈，皇家啊，谁在其中搅了浑水，谁又知道呢？我看向祖母，十分漠然。俏俏到底哪里得罪了太皇太后？得罪我？她自然没有得罪我。得罪我的是你，明义公主，流着你的血脉，流着前朝陈帝的血脉，便是她的原罪。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然而这时候眼底骤然迸发出恶狠狠的光芒。我的丈夫一生为陈朝奔走，陈帝昏庸无道，识人不清，放任奸佞回我钟家，致我钟家潦倒归乡。她笑了起来，这也便算了。你可知晓我钟家当年为何要反？你父皇置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，当年南方降了天灾，数十城出现瘟疫，民不聊生。我的小儿子年仅12，被官府的人捉去，被抽尽了浑身的血去给那个染了瘟疫的太守治病。你身上流着前朝的血，将病灾带到我钟家。舒儿、离儿从前对我这个祖母敬重有加，可自从你来了钟家，离儿顶撞我，舒儿不听我的劝，现如今连伤了根基这样的谎话都编得出来。明义公主真是好本事啊，给我舒儿究竟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不动钟俏，不让他明白子嗣单薄对皇家意味着什么，我钟家早晚会毁在他的手里。子嗣，我的俏俏和阿胡只是子嗣，他们是我的命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手里的提线木偶。你儿子的命是命，那俏俏难道不是你的曾孙女吗？你又为何要让她去得如此不堪？哈哈哈哈，为什么？来来来，你该来问我，都是我做的。秦淮在我身后笑了出来，眼底是偏执的癫狂。你看看我的手，看啊，若不是他，表哥怎会下此狠手？他应该明白，挑断手筋对一个习武之人是怎样的灭顶之灾。可他还是这样做了。我自小生在西北，过惯了艰苦的日子。我本以为秦家进了长安城，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。
可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满长安的耻笑。表哥当年亲自断了我的后路，那我为何要给他女儿留活路呢？他激动得手在抖，我本来也不想这么狠的。是你的小公主，她和你这个贱人简直一模一样。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？你不过一个亡国奴，整日里摆着臭架子，你看不起谁？她本就是西北荒漠出来的，在她10几年的少女时期，身旁都是皮糙肉厚的兵痞。从长安来的表哥就好比谪仙，爹爹告诉他，他将是她未来的丈夫时，她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。可后来表哥是怎么对她的？手废了便废了，长安贵女私底下对她的编排和冷嘲热讽，才是彻彻底底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兴奋起来，你知道她死前是如何求我的吗？她让我放过她，说她害怕，要找哥哥、阿娘还有爹爹。我第一刀割下去的时候，她浑身颤得不成样子，满地打滚，2、3个人都没能按住她。这怎么够呢？我在她身上整整划了30刀，这30刀才勉强解了我心头之恨。她已然癫狂，神志不清，又哭又笑。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一把将刀插进她的腹部。我平静地看着她的眼睛，畜生！她惊叫起来，慌乱看着我，你敢？我又是一刀划开她的手臂，你这不是看到了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往她嘴里塞了几颗麻胡桃，我本想将你凌迟，可惜我手艺不好。这样，你割了翘翘30刀，我只要你还20刀。再是，我回头望了祖母一眼，她眼中尽是惊惧，你便再替她挨上15刀吧。秦淮死在第15刀，然而我未停手，面色不改，一直到割完。祖母昏了过去，浑身都是冷汗，满屋子的血腥味，赤红的血汇成一股往外流去。我去偏殿换了身干净衣裳，孤身回到了交房殿。青穗看到我，担忧地迎上来，他一定闻到我满身的血腥味了。我的手指抬了抬，我好累啊，青穗，我太累了。他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将我扶上榻，为我掩了掩被子。我闭上眼睛之前抓住他的手，悄悄会怕我吗？他顺了顺我耳边的鬓发，不会的。娘娘睡一觉吧。睡一觉就好了。这一觉睡得极安稳，我什么也没梦到。我一睁眼，看到钟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他又瘦了，憔悴得不成样子。我转过脸不去看他，盯着帐顶，打算如何处置我。他沉默了很久，半晌才开口，秦家摆出2个选择，一是让秦家嫡次女进宫抚养阿胡。不可能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第2个，直接说第2个。钟叔道，第2，废中宫，选秀女。殿内悄无声息，一直到窗外一声鸟啼，我才惊醒。我道，第2个，我选第2个。我不可能将阿胡交到秦家人手里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扯出笑意，那笑容很是僵硬。什么怎么办？中宫之位，废了就废了。钟叔这次又是沉默了很久，他抓住我的手，那我呢？穗穗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他好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异乡人，茫茫然抓着我。我想反握住他，然而还未动就猛地惊醒。我的俏俏死在这座深不见底的皇宫。他的父亲是帝王，无论如何，他终究是帝王。一切都已面目全非。当初那条裂缝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心照不宣地将它接过。少年夫妻不易，更何况是皇家的夫妻。那时候我还没明白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，不再只是2个人之间的纠葛，钟家、前朝、天下，一切都在将我们越拉越远。如今，每一次我看他，都好像在看一个深渊，一个会吃人的深渊。后宫大选，长安城的贵女一个个搬入个殿，冰冷的后宫开始有了人味。前朝后宫都在压皇帝会先召哪个宫的嫔妃侍寝，却没想到半月过去了，皇帝一直宿在自己的寝宫，每日上完朝就是批奏章，一直批到凌晨才歇下。我知道这是钟叔无声的反抗，他这个皇帝当得越是勤勉，前朝就越难有非议之声。他有时批完了奏章，就会偷偷前来我殿中，我有时睡了，有时还醒着。后来只有等他来了，我才能渐渐入睡，他没来，我就整夜整夜的失眠。但我不敢告诉他，事实上，我们已经半月未曾好好的坐在一起了。他瘦了许多，
我知道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秦家在朝中势大，机遇一手遮天。若非钟叔在前运作，我又怎会好端端待在交房店？他每次来，我都知道，但我只装作睡熟了。有一次，他在窗边坐了很久，忍不住过来蹲下握住我的手，哑声道：“穗穗，我想喝你做的番茄汤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出来。我的厨艺很差，每次烧出来的番茄汤都很酸，但钟叔总能一滴不剩的喝完，面不改色的夸赞。头一回，我还以为我是做菜的料，半信半疑端起来喝了一口，还没细品就一口喷了出来，实在是酸，酸里头还夹杂着一股怪味道。后来只要钟叔惹我不高兴，我就做番茄汤，但他次次甘之如饴。阿胡生辰是在交房店里过的，他熬到亥时，终于忍不住在我怀里哈欠连连。我问他，将来他想不想像他阿爹那样当一个皇帝？他抿着嘴想了很久，点头。他说：“阿娘，我想所有人好好的。”我吸了吸鼻子，将脸贴在他的头顶，轻轻拍他的背，哄他睡觉。睡吧，阿娘只要阿胡安乐，不管阿胡做什么，阿娘都不会阻拦你。钟叔靠在门外，只露出一片衣角。那日之后，我就病了。开始只是小风寒，没太放在心上，入冬后就病得很严重了。钟叔偷偷找了宫外的名医，然而丝毫不起作用。我的病一日比一日重。其实早前宫里的太医为我诊脉时就说过，当初我在雪地里落了病根，心中郁气又重，身体才会被一步一步拖垮。后来多数时间我都是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的。有时候闭上眼睛还是午时，醒来却是隔日的早晨了。但我睡也睡得不好，我老是梦见俏俏，梦见母妃，梦见我未死的父皇。往往一开始是其乐融融，一到后来，他们便死的死，走的走。醒来是刺骨的寒，闭上眼睛又是苦得发涩的梦魇。3年下来，我每一日都活在往事与痛苦之中。阿胡9岁那年，我病得起不来身。钟叔开始不避讳，日日到我宫殿里，来了也不做什么，只是念书给我听，多是些才子佳人历经磨难方得圆满的俗套故事。这几年里，后宫各殿门前都落了灰，他一次也未踏进去。远在行宫养病的太皇太后拖着病体，在他面前求他，也只换来他一句冷漠至极的送太皇太后回行宫。他谋划了这么多年，才终于扳倒秦家。秦家抄家那天，他像个孩子一样跑到我面前，又哭又笑。我牵过他的手，皇帝，累了吧？我拍了拍身旁的榻，睡吧，睡一会儿我再叫你。那应该也是钟叔这么多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，他睡得很沉，连阿胡来都不知道。我抱了抱阿胡，他又长个了，轮廓越来越分明，也越来越像当年的钟叔。只是他不爱笑，尤其这几年越来越沉默。我给他做了一碗蛋羹，好像当年他还小，牙还没长全一般。我将蛋羹碾得稀烂，一口一口喂给他。他吃完了以后，看了我很久。我从柜子里拿出那块曾经借给钟叔的长命锁，给他戴上。我道：“恨阿娘这些年忽视了你吗？”他摇头道：“没有，阿娘没有忽视我，阿娘待我很好很好。”他已然明白什么，扑进我怀里闷声开始哭。我看着他，一直到他哭累了，才拿出帕子给他擦眼泪、擤鼻涕。阿娘累了，撑不住了，阿娘想先去睡了。阿胡自己能应付得过来吗？他点头道：“阿胡可以，阿娘不必担心。”而后阿胡听见一声低哑的喟叹，似乎从无尽的深渊爬上来，透着疲倦、不舍、怜惜，酸楚翻滚。阿胡，莫怕。阿胡走了以后，我洗漱了一番。我在床上躺了太久，许久未曾打扮。今日我精神很好，贴了花钿，勾了斜红，又染上口脂。头发我挽不起来，便去推醒钟叔。他睡得有点懵，看着我穿一身大红衣裳站在他面前，还有些不适应。我将牛角梳硬塞在他手上，温声说道：“替我挽个髻吧。”我看着铜镜倒映出的2个人影，一时有些恍惚。他和我容貌都未曾变化多少，只是眉眼间的生气都或多或少散了。他手笨，老是扯着我头发，揪得我头皮发紧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轻点。
他又是手忙脚乱，好不容易挽出一个松松垮垮的髻，已经是满头大汗了。我将骡子带又递给他，笨。什么？他动作一顿，笨笨笨。他眼中掠过一丝苦涩，然而很快就将它接过。是啊，我笨死了，挽个发都不会，难怪你和俏俏都要挠我了。碎碎，你往后教教我好不好？以后我天天给你挽发。我笑得温婉，摇头道，不好。他红了眼眶，为何？你挠我了吗？我又是摇头，从未。我握紧他的手腕，先描眉吧。他动作十分生疏，画出的眉又粗又长，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擦去。我望着他认真凝肃的眉眼，往后你也会给另一个女子这般描眉吗？他手颤了颤，不会。从你之后，再无旁人。我将一直戴在身边的那块残玉带在他脖子上，那玉我一直贴身戴着，还留有残温。最后，我将玉放入他的衣领里面，整了整他的领口。钟叔，我很自私，我不想让你忘了我，也不想旁人坐我这个位置。你的一生还很长，应该还会再遇上一个很好的女子。我生性好妒，不想看到你和旁的女子和和美美，往后你要真有了心上人，来我灵前千万别提。他眼尾微红，提起嘴角，提了会怎样？你会起来打我吗？不会。我轻轻地笑了，钟叔，我只会自己生闷气，我不舍得让你生气。他掉了滴眼泪，碎碎，不会再有旁人了。我笑，你这人说话10句有9句是真的，但这9句里又有7句是你做不到的。这次是真的，碎碎。他像个孩子一样。我知道，钟叔。我用目光一遍遍描绘他的眉目，岁月待他最是温柔，未曾在他面庞上留下什么痕迹，连他眼尾的细纹都沉敛得动人。他清瘦了些，却也更加挺拔。我从未后悔和你成亲，也从未怪过你。人之一生，何其为造化所弄，我说过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这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，但有一处我从未有憾。在我18岁那年，我成了钟叔的新嫁娘。有时候我不明白，我有什么好的，脾气差，不讨人喜欢，怎么你就稀罕得紧？莫不是在骗我？后来我想了想，我一无所有，有什么好被惦记的？你说你一少年郎，喜欢我这死气沉沉的人做什么？钟叔，你做的尽是亏本买卖。他低着声道，碎碎，你很好，配我绰绰有余。我被他逗笑，眼泪簌簌往下掉，大言不惭，怎地便招法夸你自己？我扶着他站起来，走出店外。春寒料峭，远处红墙黛瓦，一枚铜铃挂在檐下，随风轻摆，铃铃作响。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指着远处起伏的群山，同钟叔说，曾经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只是个秀才郎，无甚才华，无甚俊貌。功名止于此，便去邻村叔塾当了个教书先生。我每日洗衣做饭，日暮时分便在葡萄藤下小憩等你归家。我俩无甚积蓄，却也不愁吃穿。你回来时会同我讲叔塾里哪个顽皮小童又惹出了如何事端，我也爱与你讲读到的话本里头的故事。你知道我喜爱哪家的点心，盼着哪家新出的布料，我也了解你的口味偏好。我为你洗手做羹汤，你为我点唇描眉。从前我读词，最爱一句小舟夜夜，纵横进退，摘翠者凌，挽红者怜，举白者愚。钟叔，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？我这一生都过得不太好，下辈子我不想这么累了。他已泪流满面，好，好，来生我们便过这般日子，我不再让你累着半分。我靠在他的肩头，倦意涌上来，钟叔，我想去宫外，想去数一数，从这走到宫外，宫墙上会停多少只麻雀。他将我扶上背，一步一步踏下台阶。他的背极是宽厚，我将头靠在他的背上，随着他的走动，轻轻地晃动。我6岁那年，你离开长安城，我去送你的那日，我在公道上数了13只麻雀。这皇宫过了20多年，未曾有丝毫的改变。2、3只油亮的柳枝沾着露水探在墙头，几点脚印斑驳踩过黛瓦。这有一只了，钟叔。我强撑着眼皮，虚虚一指，是一只了。他背着我，从第1只数到第9只。后来我看不见了，
也跟着他念，重复他的数字，一直到第13指。钟叔等了片刻，还没有听见附和的轻声。他将背上的人轻轻扶了扶，继续背着往宫外走去。前几日才刚下了大雨，今日是难得的一个开云见日天。黛瓦之上，越来越多的麻雀扑着翅膀飞走，飞向无垠苍穹，一直走到宫门外。钟叔才轻轻偏过脸去，轻声说：“岁岁，这儿有30只雀儿，我们出宫了。”宫门之外，来来往往的百姓看着那个倚着宫门的悬长青年，泪如雨下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他背上的红衣女子闭着眼睛，嘴角还勾着笑，沉沉地陷入黑甜梦乡中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